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诚意新剧《两京15日》定档上线，预告暗藏玄机，令人心惊。《两京15日》预告片一放出来，我第一反应都不是这是谁，而是这怎么伤成这样，满脸血污，衣服破得像被拖过泥的，人在泥潭里翻滚。眼神也不再是以前那种凄美公子的慢半拍，程毅这回演的不是李莲花那套滤镜里的美强惨，而是明朝太子朱瞻基。15天内从南京往北京逃命，目标只有一个，活下去。可问题也跟着来了，观众到底想不想看活下去的程毅？还是说他们更习惯把他放回那种干净、好看、带点仙气的框里？以前看《琉璃莲花楼》，他把美强惨做得太顺了，吐血要有质感，战损的让人舍不得眨眼。粉丝吃这种心疼，市场也给这种心疼开通道。但30岁以后，这条路会变窄，脸能撑的那几年，真的不像以前那么长了。隔壁同年龄段的演员都在往外拽，有人靠现实题材洗掉流量标签。有人去更硬的题材里证明能打，程毅这次更狠，直接扎进历史证据的锅里，而且锅还是滚烫的那种。历史证据不好拍，更不好卖。原著改编再加历史厚度，观众会要求你讲得清、拍得准，还得好看。偏偏这类剧常常出现一个尴尬场面，明明制作很认真，服化道也不糊弄。甚至看得出来在考史料，但就是有人不买账。观众嘴上说我就爱看大场面，实际要的还是节奏、情绪和爽点的兑现。上一次《长安12时辰》是这样风起洛阳，也逃不过同类争议。到两京15日，压力就更现实了，你不能只靠精致把人留住，还得靠故事把人拉进去。更要命的是转型这件事本身就带伤害。古偶给的是舒适区，角色设定容易，颜值占比高，情绪表达更偏好看。而这次的预告片里，他的很近很直观，不是深情，是亡命徒式的紧迫。眼神一变，连带着观众对他的期待也会跟着换。可市场从来不等人，甚至有时候会更苛刻。你要是变丑了，变脏了，那就的同时让人相信你值得。影视圈对30+男演员的容错率往往低得吓人，有人转身成功就能拿回话语权，转得慢一点就可能被资源慢慢降级，最后变成男配里的可有可无。程毅现在站的位置很清楚，这不是随便接一部戏，而是把退路提前掐在手里。赌的就是观众愿不愿意跟着他离开熟悉的那片温柔水域，而时间点也不轻松。明年1季度播出，正好撞上同档期更具大众娱乐性的内容，那种节奏更轻、更密集的爽感会天然占据一部分注意力。对比之下，两京15日这种沉重的逃亡叙事，压抑感更强，观众的情绪成本也更高。要做到既厚重又不把人墨没，是个技术活，更是个心态活。所以我看完预告后，真正紧张的其实不是制作精不精致，打戏疼不疼，而是观众能不能接受那个满脸血污、再也不走仙气路线的程毅。接受的了，他才有可能把自己从古偶的舒适区里彻底拽出来。接受不了，这场豪赌也就只能变成一次被市场判出局的努力。说到底，两京15日成不成，靠的不是他拼不拼命，而是观众愿不愿意给他这一次把美学砸掉、换命运讲清楚的机会。成败之间，隔着的不是一部剧的好坏，而是一个演员的下一口呼吸。